索尼跟三星这两个品牌在数码界那肯定是巨头了，而且在手机影像上，他们两个也都是巨头。那么今天他们两个品牌的旗舰产品，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跟三星 S22 Ultra， 我们就拿来对比一下。老环节了啊，上来先让各位投个票，你们更看好哪台手机呢？如果你们看好 Xperia One Mark IV 打1，看好 S22 Ultra 打2。索尼跟三星这两个品牌在手机影像方面都很有建树。现在的手机的感光器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品牌所生产的，而且从高端到低端都给覆盖了，留给其他的厂家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小了。而且这两个品牌还都有自己的旗舰手机，你像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跟三星 S22 Ultra， 而且它俩在影像方面的宣传力度都非常大。那到底它俩谁厉害呢？今天就来对比一下。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大量时长都是在对比设备啊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档摄影的节目，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手机摄影中来。那前面的照片呢，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、新的想法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非常大啊。那下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两台手机，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跟三星 S22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先整体介绍一下后摄配置。别看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这台手机后摄是3颗镜头，但是它的长焦呢是一颗光学变焦镜头，只不过变焦的倍数有点少啊，1.5倍，它是从3.5变到了5.2。S22 Ultra 后摄就是4颗光学镜头了，但都是定焦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、3倍的中焦和10倍的长焦。在后面内容中，我简称 Xperia One Mark IV 为索尼 ，S22 Ultra 为三星。先说索尼这台手机，在之前的节目中呢，已经告诉了大家这台手机的操作感非常棒，人机沟通能力非常好啊，可以让您在拍摄中有非常好的操作体验。但是在以往的节目中呢，大家好像忽略了这点，只看了它的画质。那这里我提醒一下各位啊，拍照这件事情得要你先去拍，才能有照片啊，对吧？那好的设备是可以让你保持拍摄的兴趣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不过之前的节目呢，已经详细的介绍了这台手机在操作方面的特点了。那么这一期呢，我就不再赘述了，后面我们直接进入画质的对比。现在的录屏呢，就是 S22 Ultra 的操作界面，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啊，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两台手机的画质对比环节。手机有这么多颗镜头，我们得一颗一颗慢慢的聊啊。我们先说主摄。那从硬件上看呢，貌似三星这边要强一些，感光器的尺寸是它更大，原生像素也是它更高。那咱们看实拍样片，从颜色上看，索尼拍出来的色彩是真的好啊，它很像胶片的色彩，跟现在的手机成像比啊，有点像当年的柯达 Ultra Max 胶片，但是在分辨率上呢，还是三星的更高一些啊。也许是因为三星的锐化更重一些什么的，这个无所谓，这是过程。但是结果上看，确实是三星的解析力更高。那镜头的光学素质得看什么呢？得看边角画质，三星的光学素质更好。再看一组对比啊，从颜色上看，虽然说很接近，但是索尼的还是更沉稳一些啊。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从书页上看的话，还是三星的解析力更高。那边角画质方面，两台主摄的边角画质还都是有下降的啊，但还是三星的下降的少一些。三星的主摄是有1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不过在颜色方面确实还是索尼的更好看。
只不过解析力方面，1亿像素的三星解析力优势非常明显。不过呢，还没完，人三星还有一个1亿像素的增强模式，在这个模式下，解析力的优势就更明显了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硬件参数上看，两台超广角是十分接近的，但是三星的超广角是支持微距的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颜色的差距还是挺大的。不过我呢，肯定记不住当时的环境啊，你们也只能从照片上看更喜欢哪边的风格。不过除了颜色的差距啊，就是视角的差距了。三星的视角更广一些，这个图呢就是视角差距图，这个红边就是索尼拍不到的范围。在解析力方面，两台超广角的差不多啊。那镜头光学素质方面，就是边角画质方面啊，三星的看着更好一点，就是紫边控制的更好，但是紫边可能是软件的原因，所以从光学素质上说啊，两个超广角差不多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颜色两台超广角拍的都非常好看啊。在中频解析力方面也是差不多的。那边角画质方面，这回看着三星的稍微好一点点啊。一般的手机拍摄微距呢，都是超广角镜头最好，但是索尼这边呢是主摄更好。比如说这张照片，索尼就是用主摄拍的，但是跟三星的超广角比呢，在拍摄微距方面还是差一些。那总体的表现上看啊，还是三星的微距拍摄效果更好。再看中长焦对比，索尼的中焦跟长焦就是一颗镜头，它是光学变焦镜头，在手机里边确实非常新鲜啊。三星的中焦呢是一颗3倍的定焦镜头，长焦是10倍的定焦镜头。中长焦对比，咱们先从2倍开始说起。2倍镜头呢，这两台手机都是用主摄来数码变焦拍的，在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解析力更高。那再看3倍的对比啊，索尼这边是3.5倍啊，焦段差不多。颜色方面，三星那边呢更好看一些。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定焦镜头更好啊。因为索尼那边是光学变焦镜头嘛，光学变焦镜头确实很难打败定焦镜头，这也符合物理规律。那再看5.2倍的对比，5.2倍呢，三星这边就是数码变焦了，它只用3倍镜头来拍。解析力方面，那如果从书页上看呢，还是三星的更好一点。那就再看一组5.2倍的对比吧，在解析力方面，差不多啊。那也就是说，索尼的5.2倍光学镜头跟三星的数码变焦的5.2倍差不多。那10倍焦段的对比就没有悬念了吧？三星这边是10倍的光学镜头啊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。人像拍摄，一般的手机默认都是用长焦去拍，三星就是用3倍去拍的。索尼这边呢没有人像模式啊，它是用散景模式来拍的，之前已经说过了。不过在实拍效果上看吧，这个场景下，索尼的效果更好啊，三星黄了吧唧。下面说一下抓拍对比啊，这个抓拍对比说的是，当你发现一个可拍的物体的时候，你拿起来手机就拍的这种定格时间的能力。那么测试方式呢，就是朵朵的手往下挥，当挥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来摁快门，看看能不能把手定在半空中。那先看索尼的拍摄效果，索尼这台手机的抓拍能力是很强的。那可以看到这些照片中，基本上都能把手定在半空中，虽然说有高有低啊，但是没有完全落下来的。现在看到的是三星的拍摄效果，这次测试突然间发现三星的手机抓拍能力变强了，可以看到朵朵的手就没有落下来的啊，都能定在半空中。那之前的表现可不是这样的。经过几次系统升级，虽然说夜景能力变差了，但是抓拍能力变强了。直出扩张度的对比就有意思了。那之前我认为索尼在这个环节的表现不佳，是因为它要保证抓拍能力，抓拍的速度要快啊，机身处理速度不能太慢。但是这回三星的抓拍速度也很快呀，前面大家都看到了，而且它的直出扩张度就是比索尼强，暗部细节就是比索尼丰富，而且亮部细节跟索尼也差不多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，索尼。再看夜景对比，索尼这台手机默认模式就是 Basic 模式，还是有自动夜景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自动夜景比较讨厌，拍摄的时间比较长，那么你可以用 P 档。其实 P 档也是傻瓜模式啊，跟 M 档是不太一样的。从前面这些样片你就可以看出来，索尼这台手机在夜景的表现上还可以啊。虽然说暗部细节不如三星，但是亮部细节很多地方都比三星强。但是这些场景都是城市照明环境，那真正的差距呢会出现在比较暗的地方，比如说女流氓小巷。虽然说三星经过系统升级之后夜景能力下降了，但是在比较暗的地方细节呈现还是比索尼强，注意是细节呈现，不是亮度。祖传神树场景就更暗了，那结果也没有反转，三星的细节更多。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结果也是一样的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三星的细节多。视频录制这块，索尼有2个内置的视频软件，一个叫电影大师，一个叫视频大师。这2个软件之前都详细介绍过了。总之呢，这2个软件是首先是要求您最好横屏拍，其次呢就是在您拍摄的时候要认真对待啊，尤其是电影大师，它拍摄出来的格式色彩是 HLG 的，
啊，色彩直接看会非常难看啊，您还得调色啊。之前已经说过了，那这期就不再说了啊。下面直接看默认设置的录制表现，这也是多数人使用的录像设置。现在是主摄的白天走路防抖表现，两台手机表现的都很好啊，色彩很好，清晰度也没问题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的防抖表现都非常不错，颜色也都非常好看啊。视角是三星稍微广一点，解析力两边还是都不错的。现在是中焦镜头的对比，索尼是 3.5 倍，三星是3倍。索尼那边的色彩是真好看啊，但是防抖跟清晰度都是三星的好。5.2 倍的录像表现也是如此啊，虽然说三星那边是数码变焦，但是清晰度和防抖都更好一点。10倍端录像的表现，这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，清晰度的差距是很大的啊。那毕竟三星在长焦方面确实有优势嘛。现在是主摄的夜晚走路防抖表现，防抖都不错啊，但是细节呈现那肯定是三星那边更强。超广角的表现，防抖那边索尼是真不错啊，但是细节呈现还是三星那边稍微好一点。录像最暗的场景，女流氓小巷，这个差距真的非常大啊。索尼就是防抖好，但是没啥用啊。那这个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算打一平手吧，反正都不能用。工业设计方面，这两台手机在手感跟质感方面都非常不错啊。但是索尼的手感它更好一点，虽然说它看着方正，但是它更小巧，而且边角呢都做了倒角，所以拿起来也不会硌手。三星就是有点大。屏幕方面，这次索尼虽然说有进步啊，因为亮度提高了，户外的观感会好一些。但是在三星面前比屏幕，这大家都懂啊，就最多也就是一个差不多嘛。厚度方面是索尼的更薄，别看它更方正，实际上它是又小又薄，拿起来手感又好。后摄的凸起呢也是索尼的更薄，因为它的感光器用的小嘛，整体的后摄模组体积也小。性能啊、发热、跑分啊、游戏啊这些我们是不会测的主要就是不会啊。而且聊这种的节目已经非常多了，够你们看的了。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，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索尼 Xperia One Mark IV 跟三星 S22 Ultra 的影像对比，前面比较细致的展示完了。Xperia One Mark IV 这台手机呢，就是在拍摄过程中的体验非常好，操作非常好，让您用着非常爽快。虽然界面让新手觉得有点专业啊，但是用起来并不复杂。用它呢，可以让您有拍摄的欲望，但可惜就是画质没有现在的顶级旗舰好。无论是主摄的解析力、超广角的视角、微距拍摄、长焦的焦段丰富程度、夜景和直出光度的表现，以及整体的录像表现，这些 Xperia One Mark IV 都不能战胜 S22 Ultra。尤其是拿起来就拍的抓拍能力 ，S22 Ultra 都赶上来了，这就让索尼很尴尬了。好在 Xperia One Mark IV 的直出色彩非常棒啊，非常好看，而且这次人像的效果也战胜了 S22 Ultra。每次我拿着索尼的手机去拍摄啊，都是美好的体验，舒服爽快。心里知道画质已经不是第一梯队了，但是根本不在乎。好的照片画质并不是第一位的，而且摄影最关键的还得是先去拍，再说拍出来的好不好啊。只要不跟别人比画质，那就是各种满足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上面内容呢对您在选择方面能有所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